在距离我们村30里地的大山深处，有个名叫贾家坳的小山村。这个村里有个老中医，名叫贾老四。这贾老四和三爷是同学，当年一起在凤家镇读的高校。因为二人上学时家里都比较穷，经常一起去砍柴换粮食上学，所以关系一直不错。后来毕业，二人也一直保持来往，算是比较要好的朋友了。今天这事是贾老四讲给三爷听的，也算是怪事一件吧。话说这贾老四毕业之后，就留在镇子上一个老中医那里做起了学徒。后来出师之后，就回他们村做起了村医。虽然当时很多药材都能在镇子上买到，但一些特殊药材是很难在镇子上买到的。还有一点就是，贾老四家出门就是大山，山上从不缺草药，所以为了节省成本，贾老四的大多数药材都是自己采的。听三爷说，早些年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是有好多职业采药人的，只不过随着就业机会渐渐增多，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采药人这一职业便慢慢减少了，以至于到现在，除了一些上年纪的，几乎很少有年轻人再愿意做这一行了。当然，这采药人也不是那么好做的，不但要认识各种药材，熟知它们的生长环境、适合采摘的季节等等，还要具备一定的野外生存经验，不然进山后是很容易白忙活一场的。而一些不具备野外生存经验的人就比较危险了。如果他们不会寻路和寻找水源的话，一旦进入深山密林，迷了路是很容易出事的。所以大多数采药人都具备在大山里寻找水源以及密林认路的技能，而那些有经验的老采药人就厉害多了。他们进山后只需往四周一瞅，就大概知道那片长啥草药了。听三爷说，他们巡山队巡山时也经常采些草药回来，以补贴家用。不过他们和职业采药人比起来就外行的多了，只能按照采药人教给他们的一些简单顺口溜去采些常见的药材。三爷说，那些顺口溜大多都很简单，但是却非常实用，就比如春采茂叶，夏采红花，秋后采根，冬时枯花。这短短的16个字，就将四季应该采摘的草药部位说得很明白了。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听三爷说，这贾老四那次进山采药，是专门采摘一种非常罕见的草药的。而这种草药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一年之中只在春天出现一次，且出现的时间绝对超不过半个月。名气虽然不大，但是却能治很多疑难杂症。为了尽可能多地采到这种草药，贾老四这次进山带足了干粮，打算一直在山里待上差不多半个月，直到这种草药的花期结束后才下山。贾老四进山之后，一路走走停停，爬山崖，越深沟，时间不知不觉已经7、8天。这几天里，贾老四收获颇丰，而他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深山老林。除了还能分辨东南西北外，已经完全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了。有的人要问了，深山多野兽，贾老四孤身一人行走其中，难道不怕遇到野兽的袭击吗？关于这一点，三爷也曾念叨过。听三爷说，不管是经常进山的猎人还是采药人，他们都是懂得如何寻找或是避开野兽的。就拿采药人来说，他们进山之后一般是不会走平稳的地方的，而是专捡灌木茂密、山体艰难处行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哪里不像路就向哪里走。这也正是山民进山时
为什么都要带个砍刀开路的原因。当然，他们也可以根据地上的爪痕和粪便来判断周围是否有猛兽出没的。此时的贾老四眼看着时间过去了一半，且周围的大山越来越高，林木越来越密，有时候甚至只有中午才能见到阳光，便放弃了继续深入大山的想法，重新寻了个方向，向着山外走去，打算在返回的路上继续采摘草药。如此这般，时间又过去了一天。这天中午，贾老四刚寻到一处泉眼，仔细观察了周围环境，发现没有猛兽的活动迹象后，便在泉眼附近的开阔地开始生火做饭。这贾老四刚搭好灶，正在烧水时，突然听到一阵刷刷声从背后的山坡上传来。贾老四下意识地向身后一看，忙大呼不妙，干净利落地掀翻小锅，用锅中水将火浇灭后，药材也顾不得拿，抓起砍刀就没命似的向着前方的山上跑去。原来贾老四这一扭头，竟看到一只大黑野猪正从后面的山体上速度奇快地向着他这边径直冲撞而来。所过之处，灌木丛纷纷倾斜折断，就好像一块巨石正从山体上滑落一般。这野猪在我们这边也算是臭名昭著了，没事喜欢下山糟蹋农田不说，脾气还很冲，总喜欢攻击人。关键是这货的防御还很高，遇到那些体型比较大的野猪，就连拿着枪的猎人也不敢和它正面硬刚。而且野猪一旦发动攻击，人是很难全身而退的。不过也有躲避野猪的办法，那就是爬树，而且尽量要选粗一点的树爬，不然野猪这一根筋的劲头上来，是很容易把树拱断的。贾老四经常进山，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现在逃跑的地方，正是他之前观察周围环境时，在半山腰的瓶子里发现的一片白杨树林。也亏得贾老四反应速度够快，且多年的采药生涯练就了他一身攀爬山体的技能，所以不一会功夫，贾老四就跑到了瓶子的下方。可是等贾老四手脚并用，慌乱地爬上瓶子时，却发现这里之前大片的白杨树林，此时却所剩无几，仅有瓶子的中间位置还剩着几棵挺拔粗壮的白杨树，且整个瓶子毫无砍伐的迹象。而贾老四之前见到的那些白杨树林，就好像凭空消失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一般。眼看着身后的大野猪马上就要追上来，贾老四顾不得多想，拔腿就向着瓶子里仅存的几棵白杨树跑了过去。可是当贾老四跑到瓶子中间，找到一棵粗细适当的白杨树，正要爬树时，问题再次出现。就在贾老四的手刚接触到白杨树树干的一瞬间，他眼前这几棵仅剩的白杨树，竟在眨眼间全部消失不见。这一幕将贾老四震惊得无以复加，恍惚间竟忘了自己尚未脱离险境。下意识地猫下腰，用手在地上胡乱地扒拉起了野草，似乎怎么也不相信自己刚才所见是要在草地上找到蛛丝马迹一般。可是这一切却徒劳无功，此时的地上除了野草，竟连个白杨树叶都没有。许是刚才的一幕对贾老四的打击太大，也许是眼看着身后的野猪马上就要撞上他，自知活命无望，贾老四竟一屁股坐在地上，面向着野猪发起了呆。听贾老四说，那一刻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想的，只觉得万念俱灰，认定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当时的他心中并没有太多想法。也许是释然，也许是认命。总之那一刻的他体验到了平生从没体验过的平静。也就是这一刻，
贾老四才终于知道，原来人在已知自己必死无疑，且毫无退路的情况下，第一反应竟不是恐惧和不舍，相反却是这般的轻松，这般的自在，就好像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牵挂的了。毕竟身体都要没了，再去牵挂那些外事外物又能怎么样呢？虽然贾老四此时已经想明白这点，甘愿受死，可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中的那样发展。毕竟有一句话叫“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野猪低着头，挺着2颗大獠牙，即将拱上贾老四时，贾老四突然感觉身下一空，接着自己竟眼前一黑，速度奇快地向地下落去。还不等贾老四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他已经落在一片臭烘烘的环境里，身体一动，耳中就充斥着干脆的刷刷声声。贾老四用手一摸，发现自己身边到处都是落叶，那些表面的落叶还好，虽然多，但比较干燥，可是底部就要潮湿得多，且越往下就越潮湿，温度就越高。显然因为长时间的堆积，这些底部的落叶已经开始腐烂。贾老四身上是带着火柴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敢贸然引燃，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引发火灾，到时候自己怕是插上翅膀也逃不出去了。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劫后余生。贾老四在地上摸索了一会之后，就起身用手探索起了周围的环境。贾老四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对自己身处的环境粗略地有了些了解。虽然他的眼睛看不到东西，但通过触觉，他发现此时的他正处在一个非常宽阔的洞穴中部，且前后都有路通向未知处，只不过一端的路要宽些，一端的路要窄些。由于中午没吃饭，此时的贾老四已经饥肠辘辘，随手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留着保命用的植物根茎，吃了2根，便摸黑向着比较宽阔那端走去。贾老四在洞穴中摸索着，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听到前方不远处不断有水珠滴落的声音传来，而他周围的墙壁显然也比之前湿润了些。听到滴水声，贾老四瞬间充满了力量。要知道，自从他遇到野猪后，可是滴水未进，而且因为跑得急，身上也没携带饮用水。此时的他早已口渴难耐，这突然出现的滴水声，对现在的他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惊喜，也是活下去的希望。等贾老四走到水珠滴落处，通过摸索确定地面没有落叶，全部是石头后，便拿出火柴，嗤的一声将火柴引燃。透过火柴短暂又微弱的光芒，贾老四看到他眼前的石地面上有很多坑坑洼洼的小水坑，且水坑里的水清澈见底，毫无杂质。贾老四看清楚这一点后，便摸索着趴在地上，尝试着喝了一口。没想到这些小水坑里的水口感异常清冽甘甜，比之贾老四从前喝过的所有山泉水都要好喝得多。贾老四一时没忍住，接连喝光了5、6个小水坑里的水后，才满足地哈了一口长气，继续摸索着向前方走去。贾老四越往前走，滴水就越多。当他走得足够远时，甚至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前方有流水声传来。当然，贾老四在滴水的洞穴中走了这么久，身上的衣服鞋子也已经差不多被湿透了，变得比之前重了好多。因为湿冷，再加上身上的衣服很重，贾老四的脚步也在慢慢变慢。俗话说得好，凡事有利必有弊，这不断滴落的水珠自然也是一样的，虽然能救了他的命，但是在无形中也给他增添了新的麻烦。为了减少负担，
贾老四只好将外衣全部舍弃，只穿着贴身内衣，拿着保命用的植物根茎继续赶路。虽然这洞穴里很是阴冷，但胜在贾老四一直在不断地走路，倒也还能承受得住。接着走了没一会，贾老四的脚下已经出现了薄薄的积水。又走了一会后，贾老四便彻底进入了一条小河流中，而流水声也越来越响。此时的贾老四虽然很累，但是他却不敢休息，因为这洞中实在太过阴冷，他怕一休息身体便要出问题。当贾老四走到流水声传来的位置后，脚底下的路就开始变得起伏不平。透过直觉，贾老四感觉自己是在慢慢地向下走。又走了一回后，贾老四发现头顶的洞穴越来越低。初时贾老四微微低着头，还可以勉强前进，后来便需要他猫着腰才能继续前进了。若是一直这样倒也罢了，可是走到最后，贾老四发现，此时的他如果想要继续前进，就必须趴在地上的小河流中匍匐前进了。面对如此情况，贾老四犹豫了，因为他怕继续向前走会没有路，或者洞穴会低到他爬不过去。到时候如果他被夹在缝隙中，进退两难，那滋味想想都不好受。可是既然都走到了这里，贾老四又冷又饿不说，身体也已经非常困乏。如果就此退回去，重新去选择另一条窄路，显然是不可能的了。贾老四蹲在这里思索再三，想着退回去也不一定能活命，还不如拼一把。虽一咬牙，趴下身子就顺着河流向前爬去。这一段路并不好走，与贾老四之前想象中的一样，但是低矮到不能吸气的缝隙，就不知爬过了几个。过最低矮的一道缝隙时，贾老四差点崩溃到放弃，不过好在最后他还是挺了过去。虽如此，贾老四却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贴身衣服被挂得稀巴烂，留在了洞穴中不说，他身上的皮肤也已经血迹斑斑，就连他赖以保命的植物根茎，也仅剩下手中紧紧握着的2小根了。不过好在这道缝隙越往前爬就越宽大，而且前方隐隐有光亮传来，似乎出口就在不远处。贾老四在黑暗中也不知待了多长时间，乍一看到亮光怎能不兴奋？那眼泪呀控制不住的哗哗直流。有了光明就等于看到了希望。贾老四全身的困乏被喜悦之情一扫而光，瞬间满血复活，速度奇快地向着亮光处爬去。等贾老四爬到亮光处后，才发现亮光是从洞壁上一个圆形孔洞中透进来的。贾老四试着往里面钻了钻，发现这个孔洞刚好容他通过，于是贾老四便手脚并用，从这个孔洞中向外爬了出去。孔洞并不长，也就2-3米的样子，不一会贾老四就从孔洞中钻了出来，眼见着脱离了困境，贾老四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终于松懈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背靠着山体，便一动也不想动了。坐在地上简单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后，贾老四发现自己此时正身处半山腰的一面石崖上，山崖下全是及腰深的灌木丛和野草，除了小鸟外，似乎并无其他动物曾涉足过这个地方的迹象。在确定这个地方还算安全后，贾老四俩眼一闭，竟昏睡了过去。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贾老四被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和身上传来的一阵阵刺痛惊醒了过来。等贾老四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后，才发现他的身边此时竟聚集着一大群麻雀。这些麻雀有的来回盘旋，
用翅膀不断拍打他身体，有的竟直接落在他的大腿上、肩膀上，不断地用嘴啄着他的皮肤，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贾老四叫醒。贾老四睁开双眼，看到这一幕后，不禁啧啧称奇，轻微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赶跑落在他身体上的那些麻雀后，贾老四便站了起来。等贾老四站起身后，才发现离自己不远的地方，竟然有个人正在往山下走。贾老四见此，忙大声呼救，因为二者距离并不远。贾老四刚呼救了2声，山脚下的人便看到了他。简单的描述了自己的处境后，那人便向贾老四这边走了过来，而贾老四则开始寻找爬下山崖的路径。二人交流时，围在贾老四身边的那些麻雀并未远离，依旧盘旋在贾老四身边，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似乎并不怕人。一番周折后，贾老四终于见到了那个男子。只见这男子体型健美，皮肤微黑，一头长发披肩而下，身穿麻色长衣，站在原地正冲着贾老四微笑，全身上下透露着一种贾老四见所未见的特殊气质。这男子见贾老四赤身裸体，便随手从背后拿出一套衣服递给贾老四，示意他先穿上衣服再说。等贾老四穿上衣服后，男子便开口询问贾老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并且搞得如此狼狈。等贾老四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完之后，男子哈哈一笑，开口说道：“你既然误打误撞的到了这里，也算是有缘人。我观你面目苍白，一定是很长时间没吃东西了吧？正好我身上带有吃食充饥，不如你先填饱肚子，再与我一同下山吧。”男子说完之后，就从怀中掏出一个核桃大小、不知是什么树叶包裹着的绿色丸子，递给了贾老四，示意他直接食用便可。贾老四心中虽然疑惑，可是看着男子态度很是诚恳，便将丸子送到嘴边，试着咬了一口。这一口吃下去，贾老四顿觉满嘴清香，全身说不出的舒坦，不由得胃口大开，3、2口便将丸子吃得精光。吃完丸子之后，贾老四的肚子虽然还是饿得咕咕叫，但是身体明显感觉有力气多了。男子见贾老四将丸子全部吃完后，便转身带着贾老四向山下走去。二人一路上边走边聊，不过大多时候是贾老四在问，男子在答。通过聊天，贾老四得知这男子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很久很久，久到男子已经忘记了时间和姓名。贾老四一路上也讲了很多外面的事，不过男子显然对这些事不感兴趣。贾老四见此也就识趣的没再多说。这一路上，贾老四遇到了很多野生动物，奇怪的是，这些动物见了他二人，竟丝毫不躲避，依旧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而且这里的动物似乎非常喜欢亲近人，有一只小松鼠甚至还抓着贾老四的裤腿，爬到了他的肩膀上，瞪着2大眼珠子，好奇地盯着贾老四的脸看了好一会。这些动物的行为在贾老四看来实在太过不合乎常理，于是便忍不住好奇，向男子问出了心中疑惑。男子听完贾老四的问题，开口说道：“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啊，到了你眼中，为什么会变得不合乎常理呢？”贾老四听到男子的反问，开口解释道：“因为我从小到大，在野外见到的动物都是畏惧人的呀，他们在见到人时无不拼命奔逃，有的动物一听到有人活动的声响，在未见人影时便已经悄悄远离了，所以我才会有此疑惑，觉得这里的动物实在太过反常。”
男子听完贾老四的话后，随手将追在自己身边的一只野兔抄在怀中，边抚摸着野兔的皮毛，边开口说道：“动物之所以怕人，是因为在人类眼中它们是猎物，所以它们潜意识中便将人类归类为天敌，并深深地烙印进了灵魂中。正因为如此，它们才会去畏惧、躲避人类。在我眼中，这种情况才是不合乎常理，有违自然的。”男子说到这里，已弯腰将怀中的野兔放在地上后，又接着说道：“其实野生动物并不在人类的食谱中，那些圈养的家畜也完全能够满足人类吃肉的需求。原则上来说，人类已经发展到不需要捕食野生动物也能活命，甚至还能活得非常好的时代了。如你所见，如果人类不去过度的捕杀野生动物，是完全可以融入自然，并与之和平相处的。”男子刚说到这里，贾老四突然看到聚集在他二人身边的那些小动物，竟在一瞬间开始四散奔逃，而男子刚才怀中抱着的那只野兔，也在同一时间速度奇快地向着周围的灌木丛窜去。还不等贾老四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一只体型硕大的灰狼从二人身后冲出，如离弦之箭般，一下子就将刚窜进灌木丛的野兔按住，干净利落地咬断了野兔的喉咙后，就叼着野兔大摇大摆地向山上跑去。贾老四见着野兔刚才还如此亲人，下一刻竟葬身狼口，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替野兔惋惜了起来，心中也对这只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升起了一丝厌恶之情，遂弯腰捡起一块大石头，冲着灰狼喝了一声，就要用石头投向灰狼。男子见此，忙将贾老四制止住。等灰狼跑远之后，男子便开口询问贾老四这样做的原因。贾老四待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才对自己刚才的冒失行为感到自责。毕竟此时他二人可是赤手空拳，如果不慎惹怒灰狼，他二人又拿什么抵挡野狼的进攻呢？不过贾老四见这男子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似乎并不是因为害怕惹怒灰狼才制止的他，便开口说道：“这灰狼多坏呀！那兔子如此亲人，刚才还在你怀中安好无事，没想到一下地就被灰狼抓去吃了，多可惜呀！”男子听到贾老四的解释后，便又继续向前走去，同时开口说道：“在我看来，大自然中是不存在好坏善恶的，如果存在，也是人类站在自己的角度强加在动物身上的。就比如这只灰狼，它只是在觅食而已，与野兔必须要吃植物才能活命一样，野狼只有不断地捕食肉类才能活命。这二者同样都是觅食，为什么会有好坏之分呢？”男子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认为灰狼是坏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你的观念出了问题。灰狼并没有错。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灰狼捕食的不是我怀中的这只野兔，又或者说这只野兔不这么亲近人，且从没被我抱起过，你还会不会这么认为？”贾老四听完男子的话后，竟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心中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但具体去想时，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明白了什么。男子可能是见贾老四久久不语，猜测到贾老四心中还有疑惑，便继续开口说道：“以人自己的喜恶，去衡量大自然中每样事物的好坏，进而加以干扰，这本身就是错误的行为，是违背自然的。人类与自然相比何其弱小，如果不能顺应自然，又怎么与自然和平相处？”男子这些话中提出的观点，
贾老四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此时的他对男子说的话还是一知半解，但是在贾老四心中，他已经认定男子并非常人，对男子说的话也死死地记在了心中。毕竟这男子说的可不是那些假大空的虚话。贾老四可是在这里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与自然界中的动物和睦相处的美妙。这样的事，如果不是贾老四在这里切身体会过，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人与自然竟能相处得如此和谐。二人一路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山脚下。此时的贾老四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水了，所以口渴得很厉害，于是便开口问男子附近哪里有泉水。男子听完贾老四的话后，表示这附近就有一眼大山泉，并且马上转身，带着贾老四向着右后方的一片松树林走去。贾老四跟在男子身侧，穿过松树林后，果然在山脚下发现了一眼大山泉。此时的贾老四早已渴得要命，也顾不得形象不形象的，扑通一声跪在天然形成的青石板上，双手撑地，头一低就开始猛饮起了山泉。贾老四刚喝了没两口，突然听到一声虎啸从松树林方向传来，他下意识地一抬头，就看到两只体型硕大的老虎，正争先恐后地向着这边跑来。贾老四见此，吓得怪叫一声，全身一软，差点一头栽进泉水中。男子听到贾老四的怪叫声后，示意贾老四不用害怕，接着便迈步向着两只老虎迎了上去。贾老四虽然知道男子绝非常人，潜意识中早已认定，只要有男子在身边，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也明白这里的动物与人相处的方式和外面不同，可是当两只体型巨大的老虎切切实实地出现在他眼前时，贾老四仍摆脱不了那种来自灵魂深处、近乎本能的恐惧感。大概这就是男子所说的刻进灵魂深处的恐惧吧。就好像那些野兔、山鸡，见了咱们人类无不惊慌逃窜一样，也许在他们眼中，咱们和老虎一样可怕。贾老四讲到这里时，曾对三爷说过这样一句话。这男子刚向前走了没几步，两只老虎就已经跳跃到了他身前。男子还未有什么动作，其中一只个头稍大点的老虎，两只前腿一抬，竟人立而起，往男子怀里一扑，一下子就将男子扑倒在地。这一幕将贾老四看的是胆战心惊，啊呀呀惊叫一声，瘫坐在地，用手死死捂住双眼，生怕下一刻就看到男子肚破肠流的画面。不过贾老四刚闭上双眼，便听到男子那边有阵阵欢笑声传来，且笑声爽朗欢快，丝毫没有大难临头的样子。贾老四听到男子的欢笑声后，好奇心大起，遂睁开双眼向男子那边看去。接下来，贾老四看到的一幕，再次刷新了他对这里的认知。原来，贾老四睁开双眼后，竟看到男子坐在地上，正用两只手分别抚摸着两只老虎的皮毛，一副很亲切的样子。而两只老虎则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或用舌头舔食男子的脸庞，或用头部拱进男子怀中，像小猫一样轻易地磨蹭着男子的衣服。看到这里时，贾老四觉得男子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神仙了。虽然他没见到男子飞腾变幻，但是能与百兽和睦相处，且如此自然，毫无违和感，单凭这一点，恐怕世上就没几人能做到的。接着男子又和两只老虎玩耍，打闹了一会后，便挥手示意贾老四过去。
虽然贾老四知道有男子在，老虎不会伤害他，可他就是抛不开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感，鼓起勇气试着往前迈了好几次步，都没能成功走出一步。男子见此，似乎明白了贾老四的难处，于是俯下身子对着2只老虎说了些什么。之后贾老四便看到2只老虎依依不舍地向着松树林深处踱步而去。贾老四见2只老虎渐行渐远，才不好意思地走到男子身边。接着2人便退出松树林，向着前方继续走去。2人走了没一会，便来到了一片草原。在这里，贾老四见到了成群的野马，在草原上悠然自得地啃食草地。它们时而交颈相磨，时而嘶鸣疾奔，无拘无束的样子，就好像大自然中的风一样自由。在这里稍作休息后，2人就继续向前走去。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在天黑之前登上了一座高山的半山腰。到这里之后，男子就带着贾老四找到了一处洞穴。进入洞穴后，男子告诉贾老四，今晚可以在这里暂时栖身，并告诉贾老四，洞穴深处有一眼山泉，可以解渴后就转身离去。至于男子晚上睡什么地方，贾老四并不清楚，因为男子只字未提，只是告诉贾老四，天亮之后他会再来。一夜无话，第2天天刚微微亮，太阳还未露头，贾老四就被洞穴外各种鸟的鸣叫声吵醒。贾老四此前接连奔波，早已困乏不堪，本想着自己一觉醒来后全身会酸痛无比，没想到当他站起身活动了下身子骨后，竟觉得全身舒畅无比，就连之前身上的伤口也不再疼痛。贾老四在洞中活动了一番筋骨，顿觉精神百倍，睡意全无，索性背着双手向洞穴外漫步而去。等贾老四到了洞穴外，发现入眼之处皆云雾升腾，鸟鸣兽叫之声不绝于耳，一派生机盎然之象。身处此中，贾老四情不自禁地闭上双眼，用心去感受周边环境所带给他的勃勃生机。随着自己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起来，贾老四似乎感觉他脚底下的山体和大地也在无形中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呼吸一样，甚至就连他身边的草木也不例外。而他自己的呼吸节奏竟在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地和草木的呼吸节奏，变得越发的缓慢了起来。恍惚中，贾老四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这种状态下，他突然有一种错觉，竟觉得自己和身边的草木没有区别，而他的脚底下也和草木一样，长出了健壮的根茎，伸直于大地。这一刻，贾老四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验过的踏实感和难以言说的感动以及喜悦。体会着这种难以言说的喜悦，贾老四的热泪竟控制不住地夺眶而出。此刻的他就好像一个流浪多年、受尽了委屈的孩童，在跌跌撞撞历经寻找后，终于寻到了归宿一样。贾老四哭着哭着，突然看到那个男子出现在了他面前，而他自己则变成了孩童模样，正大哭不止。与男子一同出现的还有山川、树木、虫鸟、百兽。这一刻，贾老四竟感觉是男子将整个世界带到了他眼前，又或者说是男子的到来照亮了整个世界。男子出现之后，用手摸了摸贾老四的小脑袋瓜，就用手牵着他，化作一缕清风，随意地开始游荡了起来。他们时而变成昆虫，在草地上嬉戏玩耍，时而化为小鸟，追随着鸟群，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时而又化作微尘，
漂浮在阳光中，漫无目的地随风而动。在这种状态下，似乎时间和空间早已不存在，仅剩下日夜流转、万物交替往复而形成的自然一样。又或者说，仅剩下自然还在运行，日夜流转，万物交替，循环往复。用贾老四的话说，就是这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恍惚中，贾老四甚至觉得现在的自己已经抛开世间琐事，完全融入进了自然。在这种状态下，不知过了多久，贾老四和男子正变成小麻雀，夹杂在他们中间，在村落田野中漫无目的四处飞翔。寻食时，贾老四竟随着雀群来到了自己家。到了这里后，贾老四又重新有了记忆，与家人在这里共处的往事也慢慢地浮现在了他的眼前。男子到这里之后，和别的麻雀一样，时而啄食地上的吃食，时而叽叽喳喳地和其他麻雀嬉戏玩耍，似乎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麻雀，早已忘记了真实身份。而贾老四则因为想念家人，无心吃食，便向四周观察了起来。透过观察，贾老四发现此时家中似乎只有他的老婆和2个儿子在家，而他的父母则不知去处，可能是上山捡柴，或是采摘山货或草药了。贾老四如实想到，虽然父母不在家，可是自己还能看看老婆孩子啊。于是贾老四翅膀一震，就落在了自己房间门口。透过房间门，贾老四看到老婆正坐在床边，不断地抹着眼泪，好像遇到了很伤心的事一样。而他4岁的小儿子则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大儿子也没在家，应该是在上学。可是老婆为什么要哭呢？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贾老四看清楚房间内的情形后，不禁开始担心了起来，思绪也全部集中在了家人身上。贾老四心中正在猜想家中到底有何事发生的时候，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其中隐隐约约夹杂着嚎哭声，似乎有很多人正在往这边走一样。贾老四心中正在疑惑，突然看到村长慌慌张张地跑进了院子里。村长边走边大声喊道：“小四媳妇啊，出大事了！小四他爹去山上找小四，不小心滚落山崖，当场就没气了。你快拿钥匙把北屋门打开，我们好安置小四他爹的遗体。”贾老四听到村长说的话后，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就炸开了，想着父亲竟是为了寻找自己而丧命的。贾老四脚下一软，险些从树枝上跌落而下。等贾老四稳住身形后，就看到他老婆红着双眼，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贾老四的老婆走出房间后，似乎不太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反复地质问着村长这事是不是真的。一直到他看到几个哥嫂哭哭啼啼的，架着嚎啕大哭的婆婆，以及抬着公公满身血迹的尸体走进院子后，贾老四的老婆才彻底接受现实，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贾老四的小儿子也在这时候惊醒了过来。当他看到院子里的情形后，竟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顿时院子里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是哭叫声，当真苦不堪言。贾老四站在树上，看着眼前一幕，也不禁湿了眼眶，想着自己的2个儿子年纪尚小，现在父亲又为了找寻自己而命丧黄泉，不禁悲从心起，竟忘了自己现在还是麻雀。右手往前一伸，就想冲到家人身前，告知家人他就在这里。贾老四刚伸出手，还未开口讲话，突然眼前一黑，接着他的意识便慢慢地感觉到了身体的存在。
贾老四此时还沉浸在悲伤中，所以当他一感觉到身体的存在，还没等彻底清醒，潜意识中就迫不及待地嚷嚷着：“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并且不断地挥动着右手。当贾老四彻底清醒之后，才发现此时的他还是站在山洞外面的位置，并未移动过分毫。而时间似乎也没有过去太久，因为到现在太阳也不过刚刚露头。唯一与之前不同的是，他背在身后的右手，此时竟直直地伸向前方。还有就是他眼中的泪珠，竟还在不断地滚落着。原来是大梦一场。贾老四在心中如是想到，将心情调整好，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后，贾老四便转身打算去找寻男子。没想到贾老四刚一转身，就听到男子的欢笑声，夹杂着麻雀叽叽喳喳的鸣叫声从山上传来。贾老四循着声音往山上一看，便看到男子满脸欢笑地从山路正忽左忽右地一路小跑而下，而他身后则跟着成群的麻雀，也左右飘忽地追随着男子的脚步，从山上叽叽喳喳地飞了下来。男子见到贾老四后，便递给贾老四一把红枣，让他充饥。等贾老四将红枣吃完后，男子就又像昨天那样，开始带着贾老四继续在此地游玩。不过此时的贾老四在经历了刚才的梦境后，早已归心似箭，虽然身体还跟在男子身边，但是心早已飞到了家。男子似乎看出了贾老四心中有事，于是便开口问贾老四为何会心神不宁。贾老四见男子主动相问，便将刚才梦中所见告诉了男子，并表达了自己想要早日回家的念头。男子听到贾老四的话后，开口说道：“本来我打算留你在这里尽情游玩几日，以尽地主之谊。既然你家中尚有老小需要照看，我也不好强留。不如这样，待会我让我的一位好友送你去你来时的地方。”男子说完之后，就随手抓起一只麻雀放在嘴边，冲着麻雀低语了一会后，就一把将麻雀放飞出去。然后男子就从身上拿出2颗贾老四之前吃过的绿色丸子，递给贾老四，并告诉他下马之后可以吃1颗，能保1天之内精力充沛，另1颗可以留作明天再吃。接着男子一再嘱咐贾老四，吃了这丸子之后，除了可以喝些生山泉水解渴外，1天之内切莫再吃其他东西，尤其是熟食熟水，不然这丸子会效力全失。贾老四表示自己会牢记男子的嘱咐后，便将2只丸子收进了怀中。2人站在原地随意地聊着天。大约过了有10几分钟，贾老四便听到远方有马儿嘶鸣的声音传来。又过了大约2分钟左右，便有马蹄声由远及近而来。接着贾老四就看到一匹高大俊朗的白马出现在2人身前。男子见到白马后，用手搂着白马的脖颈，拿脸颊蹭着白马的脸颊，亲昵了一会后，便将嘴放到白马耳边，低声说了些话。白马就调转头，走到1块半人多高的石头前停了下来。与此同时，男子也已经领着贾老四走到了石头前。接着男子便告诉贾老四，可以借助石头的高度跨上马背。贾老四之前并没有骑过马，而且见着白马既无马鞍，也无辔头，心中竟开始害怕了起来。男子见贾老四磨磨蹭蹭的，似乎猜透了他心中所想，就开口告诉贾老四说：“这白马奔跑起来极其平稳，你骑在它背上，如果感到害怕的话，只需闭上双眼，这样即便是睡着了，也不用担心会有掉落的危险。
贾老四归家心切，见男子都将话说到这份上了，就不再磨蹭，一咬牙便跨上了马背。等贾老四在马背上坐稳之后，男子拍了拍白马的脖颈，白马便向前疾驰而去。此时还在山路上，白马一跃就是4-5米远。虽然贾老四坐在马背上并未有丝毫颠簸感，但是亲眼目睹这一幕后，仍避免不了心惊肉跳。想着男子之前的话，贾老四干脆两眼一闭，趴在马背上来了个眼不见为净。就这样，贾老四一直趴在马背上，听着耳边呼啸而过的风声。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他耳边的风声就开始逐渐减小，直到最后消失不见。感觉到白马停下之后，贾老四就睁开了双眼。接着他看到白马已经停在了自己之前消失的瓶子里。贾老四没想到白马的速度竟如此之快，心中大喜过望，一个转身就从马背上跳跃而下。白马见贾老四落地之后，就动身向瓶子上方跑去，几个跳跃后消失不见。而贾老四则迈步向山下走去，不一会功夫就来到了自己之前生火做饭处，在这里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一番，并吃下一颗男子送给他的丸子后，贾老四就顺着来时的路向山外走去。而这丸子也不知是什么做的，贾老四吃了之后，虽然并无饱腹感，但是却感觉自己全身都充满了力量，而且走起山路来一点都不觉得累。就这样，贾老四日夜兼程，之前7、8天的路程，这次竟然只用了2天2夜就已走完。一路上贾老四的心都在悬着，因为他怕梦境会成真，所以为了早点到家，他一刻也不敢停歇。万幸当他迈进家门的那一刻，看到的第一幕便是老父亲在院子里晾晒药材的忙碌画面。直到这一刻，贾老四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后来贾老四每次进山采药时，都会特意绕路到当初的瓶子里，试图寻找到男子所在的山区。不过每次都是无功而返。还有一件事不得不说，就是男子当初送给贾老四的那件衣服。在贾老四换上自己的衣服后，竟在一夜之间锈成了灰尘。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给更多的人。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